Hello，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莫。好久不见啊，这个频道也有一段时间荒废没有更新了哈。因为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我会花蛮多时间在 Facebook 上面经营的，然后呢，这一段时间自己也在试一些新的投资策略，那我觉得也是还颇有心得。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都知道最近 Facebook 其实好像是一个比较越来越不 OK 的一个地方嘛。那所以说其实也是想说，那是时候再把我的 YouTube 再开起来了哈。OK， 所以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我们这个频道是一个分享国际财经理财概念的一个频道，那会不定期的分享一些策略回测。那像今天的话，我就会分享一些策略回测。好，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拜托了，帮我订一下好不好？对，这个对我真的蛮重要的哈，谢谢。好，那本频道分享的内容都是我个人的投资心得，或者说客观的事实回测，不是任何的投资建议。那请各位投资人进场之前还自行做好投资判断。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开始来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哈。那今天的节目的一个缘起是什么呢？在 Facebook 上呢，有一些朋友来跟我分享一下他们的听到的一些交易策略。那这可能是来自于可能投信说的，或者说来自这个电视上老师说的，或者说是可能他们花钱去学来。那我觉得其实都 OK， 都 fine， 只要这个策略是 work 的就好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去定义策略是 work 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还是把这个东西套回我们的所有的获利的核心，就是你的风暴比跟你的胜率，对不对？好，所以说这里有一张表可以很快看出来，你的胜率跟你的风暴比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好，那关于什么是风暴比跟胜率，还有说凯利公式的内容，那我们可能未来会再单独做一个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不过 anyway， 今天大家要记得就是说，其实最终还是要看回你的胜率跟风暴比，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能不能达到你一个获利的最低门槛 ？OK， 好，所以说，那我们今天要测试的一个策略是什么嘞？好，我们今天要测试这个策略呢，叫做三条线买卖法。那这个三条线买卖法呢，他是说从电视上听到投信在做分享的。我自己是没有找到最早这个是从哪边出来的这个策略了。不过 anyway，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测试一下。好，那简单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买卖法是怎么做。好，那基本上呢，他就看三条均线都是 SMA 不是 EMA。那这个三条均线分别是什么？一个是200日均线就是或者说我们叫年线。另外第二个呢叫20日均线，我们叫月线，以及10日的均线，我们叫双周线。好，那我们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只看日 K， 我们其他的时间级别不看。那它的操作方式呢是股价呢在200 MA 以上只做多，200 MA 以下只做空。那做多的方式是什么？做多的方式就是说，这个股价站上10日线之后，然后同时股价又突破了20日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买进做多。那跌破10日线的话就平仓。那做空的话就倒过来。那股价呢已经跌破10 MA 之后，它又跌破月线这个时候做空。那当股价呢突破了10日线之后，它就把它平仓。OK，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策略OK， 好 ，Anyway， 我觉得看起来是挺 make sense 的。那我们就实际来测试一下好了哈。好，那我们测试的范围呢，我们的时间是囊括了2020年到2022年。好，那大家知道2020是一个大多头，那2021可能开始进入高档的一个盘整，那2022呢就是一个很疯狂的一年了那我觉得这几年呢是蛮可以做一个缩影来去做代表的。好，那我们出来的这个评分呢，我们会以年来做计算。那我们当中就会测试它的风暴比以及胜率。那么测试的商品是台指期。好，那我们使用的软体呢是叫盘股预测 KC Trader。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回测使用软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软体其实你可以不用去了解怎么写程式，你不用去写 coding， 你只要在这个上面可以直接点一点把你自己想要的一些策略点进去。例如说这边已经有内建的成交量或者说 KD、RSI。各种东西你只要想到的，你都可以把它做一个组合，然后呢来去跑属于你自己的回测。同时呢，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看盘软体。除了大多的这个市场上可以看到的指标以外呢，其实同时你也可以及时的监控你的策略，并且呢，你可以跟你的 Line 来进行一个绑定。所以说，当你自己定义的策略到了进场或出场的时间的时候呢，它也会从 Line 来去跟你做一个推播。那如果你对测试台湾的个股有兴趣的话呢，你其实也可以欢迎跟我互动那如果说我有看到或者说我有时间的话，我会尽量回复给大家。那如果说大家不想要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呢，你也可以去抓这个软体自己回来进行测试。那我会把它的下载链接放在我们的留言处。那我手上呢有一个到2022年年底之前可以用的序号，那我也会分享在这边。
那如果你是之后才看到这一个影片的话呢，你也可以到 Facebook 上关注我，然后来问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更新的序号，如果有的话，我也会丢给你的。OK， 好，来，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3均线买卖法的一个回测吧。好，首先我们先来开始做一个2020年的一个回测。我们先把时间调到2020年的1月1号。OK， 我们的回测时间是1年。好，那我们就来跑这个回测吧。1年 ，Ready Go。好的，那这个2020年就跑完了。那这个总共呢，在2020年总共交易的次数是20次，那获利次数是6，那胜率是30%。我觉得等一下最后面我们再一起看它的胜率跟风暴比吧。那我觉得在这当中可能就要先看一下是说它连续亏损以及说最大亏损的情况。最大亏损呢是出自于这一次，它在这个地方 OK。是因为均线粘在一起了，所以说它的买点跟卖点其实同时出现了，所以说它变成到后面这个地方才做一个停损。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的错误，那这个我们可能不一定要去理它，因为我们人工操作理论上不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如果说你自己是做程式交易的话，你可能就要更小心一点，再去设你的条件了。好，再来看是这边，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进出挺频繁，因为它10MA、20MA 基本上粘在一起，所以说你看这个策略它对这个盘整的防御性是特别差的所以说如果说在盘整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被打停损。OK， 好 ，Anyway， 这是我们从2020年的一个学习，我们接着看2021年。好了，2021年跑完了，哇，我觉得2021年是一个蛮令人惊讶的数字它的胜率高达75%。来，我们一样看一下当中可能比较极限的情况。好了，这个是最大的获利，是从这一段开始买进，然后到这一段卖出。OK， 看起来算是正常的。那最大的亏损呢，会发生在这个时候。其实还好啦，我觉得这个算是正常的一个停损。那整体来讲，其实2021年其实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蛮明显的一个大多头趋势盘，所以说在这个趋势盘里面，这一个策略是的确是挺有用的。好，那我们看完2021之后，我们继续看2022，也就是今年这个大魔王看一下它会什么样子。好，2022年1月1号 ，Ready Go。好的，那2022年也跑完了，其实这个还是蛮不错的虽然整体的交易次数没有很多，只有6次而已，但是它的胜率呢，其实高达66%。然后呢，其实当中的极限获利也是有吃到这一整段的跌幅的空单。然后这边的话，其实还是看得出来，它在对应盘整，无论是头部盘整还是底部盘整，其实都比较没有这个防御性的。好，那基本上3年我们都已经回测完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这3年加起来的整体表现。那这一张表呢，基本上就是这个策略实际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呢，3年合起来的话呢，它总亏损大概是负52万、53万吧但是总盈利可以达到100万。那两个一增一减的话，刚好是说可以看到总盈亏是在50万左右。那交易次数总共高达38次，那获利次数有19次，那胜率刚好是一半，50%。风暴比呢，其实3年合计的话是在 1.99， 我们可以算它2倍左右。其实以这个纯粹的数字来讲，可以看到还是蛮不错的。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它的胜率是50%嘛，那其实最低的需求风暴比是只要1倍就可以了，但是它的这个实际操作呢，可以达到接近2倍，所以这看起来还是一个比较 OK 的一个策略。好，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细看的话，会发现其实还是会有些问题，因为它的这个
盈利的情况呢，大多还是集中在2021年这种大波段的趋势盘。那如果看2020年跟2022年的话，虽然总的还是有赚但是其实它的风暴比跟胜率就不是那么的理想了所以如果我们扣除2021这个极端的 case 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优化的空间。那整体测试下来，我觉得它的优点还蛮明显的就是说它的风暴比跟胜率还是在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黄金范围内，是一个应该还算是 OK 的策略。那它也是可以吃到波段的啦所以说其实对付这种大波动盘，无论是往上或是往下，其实这个策略应该是有效的。我缺点的话其实也很明显，就是盘整盘的话，像我们刚看到在2020年的后半段其实是有蛮多次的无效交易的。然后另外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其实停损空间其实可以再稍微优化一些。如果说我们的停利是以10MA 来做停利的话，也许停损我们可以锁定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可以至少保证我们亏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然后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测试的3条线的买卖法。那在未来呢，如果我看到一些比较不错的策略的话，我也会实际跑给各位看看。我目前可能还会至少再出几期相关的节目因为我手上目前还有一些策略想跟各位一起测试。好，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再麻烦你帮我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对我很重要。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大家下次再见，拜拜。